当意外成了精心设计的谋杀，你还会相信自己的眼睛吗？一块碎落的玻璃，只要角度刚好就能切断颈动脉；一个松动的水阀，只要时机刚好就能击穿脑袋。就连阳光都能引发一场车祸，而这些所谓的意外，在他眼里全都是设计好的剧本。受害者的死亡时间、倒地姿势，甚至多久断气，早已被他精确计算到了毫秒。而真正让我后背发凉的，不是这些杀人手法有多高明，而是当这样一个完美杀手开始怀疑自己也成了别人剧本中的主角时，那种连呼吸都害怕出错的恐惧。这部电影2009年上映，至今仍霸占香港悬疑榜第6，被称为郑宝瑞在银河映像的封神之作。为了拍出这种让人窒息的神经质，古天乐差点被他逼疯。剧本反复修改了1年半，古天乐在片中那种满脸虚汗、眼神游离、极度焦虑的状态，就像是被折磨出来的。那么当一个习惯掌控一切的人怀疑自己也被人掌控时，他会崩溃成什么样子？与其说这是一部犯罪电影，不如说它是一场关于偏执与失控的心理解剖。今天就来聊聊这部让人看完不敢出门的电影《意外》。片如其名，故事开场就是一场意外。在香港一条街道，一辆爆胎的汽车堵在中间，而被挡住去路的是赶着去和连胜分钱的老大李祥兴，他正是这次意外的主角。当他见女人还要等到换好车胎才肯离开，立马选择另辟蹊径，殊不知自己走的却是一条必死之路。就在他试图从狭窄的缝隙穿过时，一辆货车正好出现，不得已他只能再次改变车道。谁料此时悬挂的横幅突然掉了下来，差点没把他给吓死。换做普通人，那最多骂几句，再小心地将横幅拿走。可他是老大，是个有脾气的人，挡了他的道，那就毁掉。结果这一拽，横幅绳索却打碎了他头顶上的玻璃，直接砸向他的天灵盖。周围的路人都把这当成一场意外。可聪明的你看到这里就已经猜到了，这场看似意外的高空坠物事件根本不是什么意外。爆胎的女人、挡路的货车、掉落的横幅、夺命的玻璃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精心设计的剧本。他们是一个专门制造意外的团队，领头的代号叫大脑，由古天乐饰演。他是整个团队的策划者和指挥官，冷静缜密，把每一个细节都计算到了毫秒。而小叶是团队中唯一的女人，由叶璇饰演。她负责现场的配合和善后工作，表面看起来冷酷无情，但实际上和大脑之间有着一种说不清的暧昧关系。身材肥胖的胖子由林雪饰演，他是团队里风险最大的那个，负责接单收钱、传递消息。还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老伯由冯翠帆饰演，他负责现场的一些技术操作。4个普普通通的人，却制造出了无数场有预谋的意外。换作平时，任务完成后，他们便会高高兴兴的分钱。那这次却有些不同，因为死的是何连胜的老大，各大媒体纷纷报道，重案组都展开了调查。这让冯博有些慌，因为他刚刚在现场留下了烟头。而一旦他被查出来，那就会连累其他3人，那之前所有的意外都会变成谋杀，这让冯博一阵后怕，立马就想要赶回现场拿走烟头。谁料这时小叶却说：“我帮你执咗啦。”死板。其实小叶并没有捡走烟头，他只是不想冯博回去冒险，所以才撒谎。可他哪里想得到，这次的好心之举却成了他日后丧命的导火索。随后收钱的胖子走进屋，得知冯博差点害死整个团队，也是一阵火大。刚刚也说了，他负责接单结账，风险最大、最容易被查出事的影视堂。咁小心啊！咁而今日冇嘢咯，執翻啦，真係大個。可他们都低估了大脑的谨慎，哪怕是队友，他都没有100%信任。他们刚刚的谈话全都在他的监听下，于是他一进门便拿出了冯博留在现场的烟头。他不仅骂了冯博，连小叶都骂，因为他深知一旦几人都开始隐瞒，那这个团队就该散伙，因为他们干的是要人命的活，一旦失去信任，那談什麼合作？各位，我戒咗煙啦，我以後都唔食。唔好以為做咗嘢冇人知，唔係淨係得我哋做呢行，做錯嘢，我哋隨時都會遇到意外。这句话说的轻描淡写，但却像一把悬在所有人头顶的剑。做这一行的人都明白，他们能给别人制造意外，随时也可能成为别人意外的目标。这也是接下来整部剧情的核心。而作为领头的大脑，自然是那个最怕意外的人。加上他妻子死于一场车祸，让他更加疑神疑鬼，总感觉有同行已经盯上了自己。于是他每次坐地铁都会环顾四周，等到关门之际再上车，以防有人跟踪。坐公车更是用手帕投币，以免留下指纹。出门前都要在门缝塞上一片叶子，防止有人悄悄潜入。家里的布局更是让我直呼牛逼，一镜到底。镜子摆放的角度让他一进屋就能看到全屋死角，可以说他每天除了想怎么弄死别人，就是在想别人能怎么弄死他。这种执念在后面的剧情中会把他一步步推向深渊。很快胖子接到了新项目，这次的客户看起来很斯文，不像是会下单的狠人。两人接头的剧情也非常有意思。胖子先是让斯文拿到垃圾桶捡个塑料袋，之后把身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，然后进入一处大厦，坐电梯上6楼。关门前，胖子又让他把手机也一起丢在外面。等人上去了，接头也就结束了。这要放现在，估计客户得打电话报警，怀疑自己遭到诈骗。难怪胖子便带着目标资料找到了大脑。下一步就是由大脑负责摸清目标的生活作息，从中找到最合适的意外。
而这次的目标是斯文南的父亲。因为害怕是圈套，大脑反而先跟踪起了客户。当看到斯文南约见了保险人，给父亲买了大额意外险，大脑立马就放心了下来。这种杀人动机，他客户里有不少，所以他们很快就开始策划行动。所有人化身普通市民，在街头跟踪目标，观察他们的行动规律。而斯文南每天雷打不动地推父亲出门遛弯，成了他们下手的最好时机。确定好动手的地点，那就该想如何动手。我用電，點通電，黑嘅點埋位。大脑定下基調，大家便開始集思廣益。一開始想要讓電車軌道漏電，可這滿大街都是人，無法精準打擊。之後又考慮讓電纜掉下來，可又不像意外。這否決了無數個方案後，最終他們想出了一個堪稱天才的方案。選一個下雨天，用風箏把電送到目標身上，風箏把線帶到電纜上，下雨可以導電。目標坐輪椅經過路軌的時候，滋啦一聲，一切就像意外一樣簡單。現在最關鍵的就是練，只要一下雨，他們就放風箏，直到熟練為止。不得不說，這活還有點辛苦。行動當晚，所有人到達指定位置，就等一場大雨。可此時胖子卻突然發現，馮博點燃了香煙。要知道，不久前他才決定要戒煙。你冇嘢啊嘛？做乜食煙啊？咩啫？開工唔食到煙啊？你戒個煙喎，無啦啦戒咩煙？阿爸有病。咁仲做唔做？刪啊！此時最穩妥的辦法就是撤退。可不巧的是，他們等了1個月的雨卻突然到來。阿爸，你得唔得？得，咩唔得？係咪真係冇問題？冇問題。做。大腦做夢都想不到，就是他不想錯失良機的決定，讓原本一場精心設計的意外徹底失控。所有人開始行動，小葉放飛風箏，馮博到指定地點利用氣球擋住攝像頭，胖子配合目標到達指定位置，而大腦則在天橋指揮全局。很快小葉剪斷了風箏線，風箏不偏不倚掛在了他該掛的地方。不得不說，電影還是需要一點奇蹟的，這是說掛上就能掛上的嗎？接下來就該胖子，可他卻突然停了下來，因為馮博並沒有擋住攝像頭，而是傻愣愣地待在原地，根本想不起自己該幹嘛。咁大意影唔到嘅，係啊，撲上嚟。胖子無奈只能聽從指揮，朝父子倆衝了過去，一腳絆倒斯文南。目標坐着輪椅往回移動，而斯文南此時陷入了天人交戰，自己要不要救？沒等他想明白，父親就開始渾身冒煙，強大的電流不僅把人燒了，風箏也被燒得一乾二淨，謀殺再次成了意外。一切看似有驚無險，可就在大腦想着如何找馮博算賬時，身後的公車卻突然失控，直直朝大腦衝來。要不是大腦及時發現，這怕是得直接意外劇終。而緊接着公車一直向前，好巧不巧直接將路過的胖子給撞飛100米遠。等到大腦上前查探，胖子只剩下一口氣，於是他果斷拿走胖子身上所有物品，就怕警方順藤摸瓜找到自己。而胖子臨死也只考慮一個問題：係咪意外？我不知道胖子說的意外到底是說設計的意外，還是真正的意外。反正眼下的局面確實讓我感到意外，原本該完美收場的意外，如今卻讓所有人都始料未及。而真正讓大腦感到害怕的是，他回到家後看到地上掉落的葉子，就在他準備轉身離開時，背後卻多出了一位警員。他第一反應就是出事了，但想跑已經來不及了。壞消息是對方就是衝他來的，好消息是只是他家被盜了，警方例行公事。而當他看到保險櫃的積蓄不翼而飛，只留下妻子出事時留下的手錶後，他開始確定了心中的猜想，有人在針對他。胖子的死不是意外，入室盜竊也不是意外，有人在幕後操控，那這個人會是誰呢？此時大腦懷疑的也就4個人，馮博和小葉必在其中，同時客戶斯文南也算一個，而還有一個是我沒想到了，那就是給斯文南辦理保險業務的陳方舟。大腦決定一個個排查，他第一個找的是馮博，畢竟馮博那天晚上的表現太反常，說好了戒煙卻突然抽煙，該擋攝像頭卻傻愣在原地。可很快他就打消了對馮博的懷疑，因為他發現馮博病了，腦子壞掉了。接連幾天他依舊帶着氣球出現在指定地點，就像只記得該出現在這裡，但該做些什麼他根本不知。而且手裡的藥跟吃糖豆一樣，5分鐘就吃一次，看來是病得不輕。看到這裡，大腦心裡五味雜陳。馮博確實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輕，但他沒時間照顧他，他必須盡快查出幕後黑手。可沒等他找上小葉，小葉卻先一步找上了他。此時的小葉只是擔心他，卻不知道這反而讓大腦更加謹慎，沒說一句話就立馬離開。之後他又跟蹤起了斯文南，帶着一份文件去見了陳方舟，兩人似乎還鬧了一些不愉快。這一發現讓大腦覺得自己已經接近答案了，只是他沒想到的是，斯文南離開後卻來到了他們經常收錢的停車場，將一個文件袋放進了一輛車裡，而且這裡同樣有氣球遮擋攝像頭。如此熟悉的一幕，大腦心中已經知道誰是內鬼。很快小葉便出現在了車旁，緊接着電話便響起。點解你識得揾咩人收錢？肥佬同我講過買家係邊個？肥佬冇可能會同你講過，你跟過佢。你講咩？你知肥佬點死㗎？意外？唔係意外，架車係想撞我，所有嘢都係人做。你而家連我都懷疑。邊個係主謀？冇，我唔知。係唔係個保險佬？
所有嘢都係你自己諗出嚟嘅。你講大話，講到連自己都呃埋。我唯有呃自己嘅就係你，以為你會信我。邊個係主謀？你黐咗線啊！你出賣。我出你老母啊！就在小叶启动汽车的同时，大脑也按下了消防按钮，巨大的水压将松动的阀门弹飞，瞬间击穿了小叶的脑袋。大脑则面无表情地拿走车上的现金，而当他走出停车场，一个人影就从高处落下。此人就是斯文男，这可把大脑吓得不轻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是有人在杀人灭口，而这人就是保险员陈方舟。大脑没有选择坐以待毙，而是主动出击。很快，他便租下了陈方舟楼下的公寓，并故意点了外卖，填了楼上的地址。当外卖员送餐时，他就躲在楼梯口，直到外卖员骂骂咧咧的离开，他这才拿出特制的钥匙，往里一捅，用力一敲，直接进入了房间。他仔细记下房间的布局，并在开关处安放了窃听器。之后就是24小时不间断监听。他把房间的墙壁和天花板都贴满了纸条，用红色的记号笔在各个线索之间画出错综复杂的连线。他变得越来越偏执，越来越神经质。他不吃饭不睡觉，整天戴着耳机监听着隔壁的动静。有时候他会听到陈方舟和妻子的谈笑声，有时候会听到他们亲热的声音。这种长时间的窥视让他坐立不安，满头大汗，却又无法停下来。他已经完全陷入了自己构建的阴谋论中，无法自拔。他始终相信那不是意外，始终相信有人在针对他。这种执念让他看什么都像阴谋。当一个人开始用阴谋论的眼光看世界时，他眼中就再也没有巧合了。很快大脑就听到了一些让他意外的信息。另外那个客户进行得怎么样？60几岁那个，不是跟你讲过了，窗户松脱，从2楼跌下来。这像极了他在下令时的话语，只是没等他确认消息，就接到了冯博的求救电话。当他火急火燎赶往冯博的住处时，就发现冯博已经倒在大街，被医护人员抬上了担架。而这一幕让他后背发凉，因为冯博就是从2楼摔下去。现在整个团队就剩下他一人，恐惧涌上心头，他疯了般在监听的信息中寻找线索。没想到这时陈方舟却找上了，无力的大脑被吓得不敢喘气。好在对方没有久留，但紧接着房东又找上了，大脑被危机感彻底包围。当他看到陈方舟与房东在楼下窃窃私语时，他心中的恐惧达到了顶点。他是无数意外的设计者，死亡对他来说司空见惯，可当得知死亡找上自己时，他同样也是最害怕的。为了拯救自己，他决定先下手为强，于是他化身楼下的建筑工人，再次设计了一场意外。当陈方舟下楼时，他改变了吹风机的方向，烟尘模糊了陈方舟的视线。他随即便按下按钮，雨刮器刮去玻璃上的沙土，太阳光通过玻璃反射，照向了监控摄像头。而随着监控的摆动，摄像头前的镜子会让阳光精准放瞎过路司机的眼睛。汽车失控冲向陈方舟，多么完美的意外！可偏偏这个时候，难得一见的日全食出现，阳光消失，计划失败。大脑大失所望，殊不知这是老天爷给他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。此时清醒的冯博突然打来电话，他这一摔反而让自己恢复了不少记忆。于是他说出了一个让大脑始料未及的事实，原来胖子是他害死的。当时任务结束时，是他不小心打翻了一车的玩具，公车司机为了躲避导致失控，才造就了悲剧的发生。而他跌落也是因为自己吃了太多药，在窗户边不小心昏迷才导致的，一切都是真正的意外。这一刻，偏执的大脑终于意识到自己错了，自己的怀疑不仅害死了小叶，眼下还要害死另一个。于是当他发现阳光再次出现时，立马飞奔上前，想要挡住车窗玻璃上的反射，可为时已晚。司机如他设计般被晃瞎了眼睛，而失控的汽车并没有撞向陈方舟，而是撞向了他的妻子。突如其来的一幕让陈方舟痛不欲生，而此时大脑早已慌了神，他只想处理完所有痕迹，尽快离开。可当他下楼时，陈方舟却突然出现，随即一把匕首刺向了他的腹部。因为在妻子出事前，他看到了大脑的异常。做咩我哋？你做咩害我哋啊？鲜血滴落满地，大脑却推开了陈方舟，转身看着远方。此时他露出了全片第一次笑容，似乎是得到了某种解脱。此时他终于肯相信，或许妻子真的是死于意外。他用尽一生去怀疑这个世界，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怀疑所有的巧合都是阴谋。可到头来，真正杀死他的不是什么同行，不是什么幕后黑手，是他自己那颗永远无法相信任何人的心。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但我坐在屏幕前久久无法平静。大脑死了，死在了自己构建的阴谋论里，死在了对他人的极度不信任中。豆瓣上有一条热评说的特别好，多疑是猎人的本能，也是猎人的坟墓。这句话太准了。大脑这个人，他的职业让他养成了一种病态的习惯，他看什么都像阴谋。胖子被车撞死，他觉得是有人要杀他；阿伯从楼上摔下来，他觉得是有人按剧本行凶；小叶替胖子收钱，他觉得是小叶出卖了他。
斯文男坠楼，他觉得是有人杀人灭口，甚至连保险员陈方舟每天上下班和老婆吃饭、打电话聊天，在他眼里都成了精心设计的伪装。可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胖子死于阿伯不小心打翻的一车皮球。阿伯摔下楼是因为吃多了药导致昏迷，小叶收钱只是想帮大家善后。斯文男害死父亲，良心不安，选择自我了断。陈方舟真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保险业务员，就连大脑都不知道。他与房东在楼下窃窃私语，那不过是女婿与岳父在聊天。所有他认定的阴谋全都是意外，所有他亲手杀掉的人全都是无辜的。看完这部电影，我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他真正想讲的不是意外本身，而是我们面对意外的态度。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，有些事情就是没有原因，就是巧合，就是倒霉。我们无法控制明天会掉下来的是花盆还是馅饼，无法预知下一秒会发生什么，但我们至少可以选择不要让自己活成大脑那样，不要让多疑毁掉你身边真正在乎你的人，不要让恐惧把你变成一个冷血的机器。有时候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，承认生活就是充满了各种烂事和巧合，反而是一种解脱。如果你还没看过这部电影，我强烈建议你找时间看一看，不是为了学习什么杀人手法，而是为了看看一个人的偏执究竟能把他带向怎样的深渊。生活已经够累了，不要再给自己加戏了。有些事情真的就只是意外，有些人真的就只是路人，不是所有的巧合背后都有阴谋，不是所有的善意背后都有算计。既然防不胜防，不如坦然面对。好了，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，记得点赞关注我，带你看透电影背后的人性真相。咱们下期见。